2026年，如果你从樟宜机场飞走，你可能会发现机票变贵了。你看着账单上多了几块钱的可持续燃料税，还有逐年微涨的离境税，你可能会皱眉头。新加坡已经连续这么多年拿全球第一了，樟宜机场现在又不挤，为什么政府还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砸下整整500多亿新币去挖那个大坑，去建一个现在根本装不满的 T5 航站楼？别急着抱怨，我今天要把话说明白。樟宜 T5 的动工根本就不是为了多接几个游客，更不是为了让你候机的时候多看2朵花，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国运大对赌。在2026年这个节点，当周边国家还在为解决现在的拥堵而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新加坡已经把这一铲子挖向了2050年。这一铲子下去，不是为了给邻国打招呼，而是为了给整个东南亚的航空版图划下一道无法逾越的护城河。很多人看不懂，说新加坡这是基建狂魔上身，劳民伤财，但我告诉你，这叫过剩即安全。在新加坡的生存逻辑里，如果没有这种装不满的冗余，如果不领先邻国整整一个代差，我们就没有溢价，新币就没有底气。今天阿明就带你拆解这个500亿的大坑底下到底埋着新加坡什么样的野心，以及它又是如何精准的影响你我每一个人的钱包的。咱们先看一眼周围，2026年的今天，东南亚的航空市场是什么样？泰国素万那普机场正在疯狂扩建，号称要冲击1.5亿吞吐量。印尼的雅加达机场、越南的长山机场，每一个都野心勃勃。但你只要稍微深入看一下数据，你就会发现一种令人绝望的代差。邻国的机场扩建大多是在补课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现在人太多了，跑道裂了，航站楼炸了，电力系统撑不住了，所以不得不修，这叫被动响应。而新加坡呢？2025年樟宜机场处理了6000多万人次，虽然在恢复，但远没到极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加坡依然强推 T5 建成后，樟宜的总吞吐量将达到1.4亿，这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把现在的樟宜机场直接翻了1倍，相当于把曼谷、雅加达和吉隆坡最核心的枢纽吞吐量全部加起来。这种碾压是全方位的。当邻国还在为解决行李系统崩溃、停机坪调配这种20世纪的难题头疼时，新加坡已经在 T5 预留了全自动无人地勤、氢燃料飞机补给站以及2026年最先进的 AI 流量预测系统。这就好比大家都在跑马拉松，邻国在想怎么换双好点的鞋，而新加坡已经在2026年把这条路的终点封死了，并且在那儿建了一座垂直起降的停机坪。这种降维打击最残忍的地方在于，一旦 T5 形成了这种规模效应，全球的顶级航司就根本不会考虑降落在配套简陋的邻国，只要新加坡还是亚洲最准点、最智能、最不容易丢行李的枢纽，那种亚洲一哥的地位就谁也抢不走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阿明机场厉不厉害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在机场上班。这就是很多人最容易误判的地方，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基建项目，实际上它是新加坡元的盾牌。大家想一想，新加坡没有腹地，没有矿，没有石油，我们凭什么能维持这么高的新币汇率？凭什么能让全球500强把总部设在这里？核心逻辑只有2个字：连接。目前新加坡维持着超过200个城市的直航，这意味着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可以在24小时内从新加坡飞回欧洲总部处理危机，或者飞到硅谷签个合同。这种全球24小时通达的能力，就是新加坡最大的资产溢价。如果 T5 不建，如果邻国的机场追上来了，直航点被分走了，那新加坡就不再是唯一选项。一旦连接度下降10%，外资的撤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到时候你手里的新币购买力拿什么支撑？你家门口的房子如果没有这些高净值人才来支撑租金和房价，它还凭什么值这么多钱？特别要说一下东部的居民，你以为 T5 动工只是家门口多了个大建筑？2026年开始围绕 T5 开发的樟宜东城市区已经锁定了数万个高技术岗位，这些不是普通的搬运工，而是年薪10万、20万新币起跳的 AI 工程师、绿色能源研发人员。这就是为什么阿明一直说 T5 是给新加坡买的一份繁荣保险，你现在付的那点离境税本质上是给自己的未来交保费。说完了钱，咱们聊聊技术。很多人去樟宜机场是看星耀樟宜的瀑布，觉得漂亮高级，
但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领先是在地面以下。在 T5 的规划里，最贵的不是地面上的玻璃幕墙，而是地下50米的那个钢铁之城。2026年，新加坡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经济竞争，还有极端气候和不稳定的地区局势。T5 从设计之初就不是按一个简单航站楼来规划的，而是按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节点来规划的。首先是那个深达数层的地下自动系统。2026年动工的地下通道不只是为了运送行李，更是为了让无人驾驶的自动人车系统在地下飞驰。这意味着未来你从 T2 到 T5， 横跨整个巨大的机场区域只需要4分钟。这种效率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大机场都是不敢想象的。更重要的是它的生存逻辑，拥有独立能源中心和水循环系统，即使极端天气导致全岛电网波动， T5 依然可以靠自有能源维持运转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作为一个小国，新加坡的容错率几乎为0。别国机场停电是新闻，但新加坡机场瘫痪就是国难。这种昂贵但极致的确定性，是新加坡对邻国最残忍的碾压。邻国机场可能因为一场暴雨瘫痪3天，但张仪 T5 的设计确保即使面对最极端情况，新加坡的门户永远开放。讲了这么多好的，咱们也得说点扎心的。系统越精密，维护它的代价就越高。2026年，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压力，碳税涨了，机票里的绿税也涨了。很多人觉得新加坡越来越贵了，甚至觉得新加坡在收割普通人。作为阿明，我要讲句公道话，这种贵其实是新加坡在主动进行一种阶层筛选。对于低价值低毛利的廉价旅游，新加坡的态度其实很明确，我们不再盲目追求人头数，我们通过高昂的基建成本和税费，筛选出那些真正愿意为效率和确定性买单的高净值流量。对于普通受众来说，这确实意味着生活成本的上升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2026年的新加坡如果还去跟邻国拼便宜，我们拼得过吗？我们唯一能赢的办法就是让这个系统变得更高效。如果你还在做传统的低附加值的工作， T5 的到来确实是你的风险，因为 AI 机器人会取代你。但如果你能看清这个系统的逻辑，去学习操作那些地下隧道的自动化系统，去研究绿色航油的供应链，那 T5 就是你阶层跃迁的梯子。这不是政府在收割你，这是系统在倒逼你升级。最后咱们回到那个标题， T5 到底是不是为了接客？看完阿明的拆解，你心里应该有数了。 T5 不是为了装满现在的人，它是为了接纳未来的机会。它是新加坡在地面已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硬生生通过技术和金钱在时空里给自己挖出来的生存空间。每当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包机在全球危机中第一时间落地张仪，每当我们看到那些跨国巨头宁愿交高额租金也要守在新加坡，你就会明白，这种自豪感不是来自那个漂亮的航站楼本身，而是来自于我们背后这套精密、稳定甚至有点变态的系统。邻国可能还在盯着我们的背影，盘算着怎么分走一点客流，但新加坡已经跳出了这个赛道。我们在地下50米，在2050年的愿景里，在每一分被精准计算的税收里，给自己修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围墙。你可以吐槽新加坡管得严，你可以讨厌它的机票贵，但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时代，你无法拒绝它给你的那份绝对确定性。这种领先一个时代的优越感，才是新加坡真正的底层资产。我是阿明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拆解让你对新加坡有了不一样的理解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见。